要说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那必须得是非洲维多利亚湖上的米金哥岛。在这座不足2000平方米的小岛上，挤满了1000多人，而且岛上竟然还有4家酒吧、3家风俗院和1家药店。要知道，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为7140平方米，这意味着在一个面积不到足球场1/3大小的地方居住了1000人，人均居住面积仅有2平方米，还没有一个坟墓大。根据相关数据，北京人口最多的时候密度为1334人，它是北京人口密度的375倍。这意味着如果北京也有相同的人口密度，人口将达到82亿。正是因为人口密度实在太大，整座小岛上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植被，基本上全是铁皮小屋，而且小屋和小屋之间几乎是紧挨着的，只有一条过道，很多人睡觉都要蜷缩着身子。在这座岛屿附近，其实还有2座面积要大得多的岛，分别是位于米金哥岛以东200米处的乌哥岛，以及位于米金哥岛南2公里处的金字塔岛。而无论是乌哥岛还是金字塔岛，都没有任何人居住，完全就是无人区。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人们不选择其他2个岛或者其他地方，非要往这个最小的小岛上扎堆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也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从米金哥岛所在的维多利亚湖说起。维多利亚湖是世界上第2大淡水湖，仅次于北美5大湖中的苏必利尔湖。非洲的第1大淡水湖，是尼罗河的主要水库。该湖大部分在坦桑尼亚和乌干达2国境内，一小部分属于肯尼亚。维多利亚湖的生态原本是非常不错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直到上世纪50年代，尼罗河鲈鱼被引进到了维多利亚湖当中，生态开始巨变。尼罗河鲈鱼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应属于纲鲈形目尖嘴鲈科尖嘴鲈属尼罗河鲈鱼种。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了世界100大最具危害的入侵物种。它是一种肉食性大鱼，也是最大的淡水鱼之一，还是性格非常凶猛的掠食者，以鱼类甚至包括它自己的同类还有甲壳类和昆虫为食。成年个体的体长最长可以达到2米，平均体长为 1.21 到 1.37 米，体重可以达到200公斤。尼罗河鲈鱼被引进到维多利亚湖后，就成为了维多利亚湖上的主要肉食性大鱼，成为了该湖的顶级掠食者，以维多利亚湖的几十种小鱼为食，导致维多利亚湖中的一些物种灭绝。但如果你以为尼罗河鲈鱼要风生水起、泛滥成灾，那你就想错了。人们发现欧盟对于尼罗河鲈鱼的需求非常大，同时亚洲的需求也在猛增。在过去几年里，尼罗河鲈鱼的价格一直在猛涨，单靠捕食这种鱼，岛上渔民的收入就能高出周边地区2至3倍。也正因为利润颇丰，钱来得容易，那些一开始白天捕鱼晚上回家的人，干脆直接定居在岛上。在岛上既避免了来回折腾，也节省了时间路费，还能更快联系到渔获批发商，第一时间卖个好价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小岛，把本就不大的地方占得更加拥挤不堪。由于米金哥岛面积过小，大量想赚钱的人拥挤在这里，这也让每寸土地都被利用到了极致。岛上的树被砍得一棵不剩，被代替成了密密麻麻的铁皮房。从远处看，太阳一反光就像一只闪亮的乌龟壳。如果想亲自登岛看一看，至少要花600块人民币。因为通向米金哥岛的唯一方式就是渡船，当地商户们可不会错过这个宰客的好机会。走上岛后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味，这是因为岛上人口过于密集，又没有配套的垃圾处理设施，加上渔民们的汗臭狐臭香交替，组成了持久不散、耐人寻味的味道。除了建得满满当当的铁皮房，岛上的路也十分狭窄，2-3个人就没法并排走。别看这座岛只有芝麻绿豆大点地儿，配套生活设施可是应有尽有。只要你带了足够的钱，你就能在岛上喝到铁皮桶里的咖啡，吃到黑黢黢的早餐，住进不到2平方米的豪华单间。此外还有酒吧、药店、裁缝店。如果觉得这些设施都还是单调乏味，那么岛上还有一些隐晦的风月场所秘密开放。不过要想进去还得打通路子，找到熟人对暗号才会被带进去。看到这，可能有的观众要问了，那他们为何不去距离并不远的其他2座小岛呢？
据说这俩座岛上加起来只住着1户居民，也不和外界来往。如此冷清的原因，主要是当地人认为这2座岛上住着恶鬼，不吉利，住进去可能小命不保，才纷纷挤向人满为患的米金哥岛。但已经定居在岛上的人们也开始发愁，由于常年疯狂的过度捕捞，现在连刚放进海里的小鱼苗都越来越少了，加上近几年尼罗河鲈鱼的价格在持续猛增，导致人们更加无节制地捕捞尼罗河鲈鱼，整体渔获产量下降后，海洋的生态平衡也摇摇欲坠。除了岛上居民，把米金哥岛夹在中间的肯尼亚和乌干达也没少为了争夺小岛而大动干戈。在地理位置上，米金哥岛大部分位于乌干达境内，但肯尼亚政府声称本国是第一个踏上米金哥岛的国家，管理权和归属权利应归给自己。面对极其丰富的渔产资源和高额的税收，两国各自毫不让步。双方言辞激烈时，还不惜出动警力互相威胁，甚至还衍生出了2009年非洲纪录中最小的一次战争。当时米金哥岛人口增长和经济效益明显飙升，乌干达政府赶紧派出海军，打着保护当地免受海盗侵袭的名义，到岛上向渔民征税。还没存够钱就被明目张胆敲诈的渔民们不乐意了，但他们手里没有多少武器，只能敢怒不敢言。肯尼亚一见局势不利，也打着保护米金哥岛的口号光荣登岛，两国战争一触即发。不过战争始终没有打起来，毕竟两国的目的都是想敛财，而战争又是最烧钱的。双方坐下来经过一轮又一轮艰难的谈判，终于在2018年达成协议，决定两国一起向米金哥岛征税，共同保护小岛免受袭击。也就是说，岛上渔民要同时向两个国家交2份税，这其实是明摆着欺负人。岛上渔民也曾发生过暴动，奈何地方实在太挤了，根本走不开，加上手里也没太多武器，说话也硬不起来，只能自我安慰有双重保护还是好的，毕竟真的碰上海盗，轻则丢掉渔获，严重时小命都可能交给海盗。原以为冲突解决，接下来就是交钱进口袋的事儿，但他们都忽视了维多利亚海湾的生态问题已然十分严重，当地渔民多年非法捕捞小于50厘米的鱼苗，导致尼罗河鲈鱼的产量大幅下降，随着经济收入也降了大半。两国政府只能十分不情愿地管理小岛周边的生态平衡问题，为此反而花了不少钱。两国还派军队到本国领土接壤的一边，监视渔民的打捞情况，比如他们在乌干达士兵眼皮底下捕完鱼后，在华岛和肯尼亚接壤的水产区域打捞相同数量的渔获。即便面临两国的双重剥削，岛上渔民真正离开的少之又少。一位在岛上开了理发店和电影院的小伙子称，就算交了2份保护费，也比回老家打工挣得多。还有渔民透露，在这儿捕捞1星期的鱼，比之前2-3个月的工资还高。也有一些妇女留在岛上，做一些清扫卫生，或者帮助精力旺盛的渔民释放欲望的工作。但岌岌可危的鲈鱼生态以及丝毫不肯让步的两国关系，都注定米金哥岛永远不会太平。一次岛上突然升起了肯尼亚的旗帜，乌干达就直接出动警力，阻止居民登记上岛，两国再次陷入关系的僵局。只能说，不管是人还是国家，都不要太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两国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啦，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哪些类似的地方？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